各位理疗频道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从秦始皇派徐福去海外寻找长生不老药开始，再到《西游记》中孙悟空拜师学艺的最早诉求，我觉得都是围绕长生的话题。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可得长生吗？好似水中捞月。长生并不存在延缓衰老的事情，还是存在的。对于那些想来韩国做面部提升的人来说呢，我觉得最难的是选择医院和医生。今天呢，我就结合我的工作经验，给大家分享几点知识，希望对大家有用。第一个，关于医生。在韩国做面部提升手术，一定要找是否是整形外科专门医生。整形外科专门医生在韩国存在的数量其实也就3000多人。整形外科专门医生的资格证长的是这个样子，希望大家能够仔细截个屏。但是呢，也有一些不是整形外科专门医在从事面部提升手术，这些医院就一定要避开，比如说家庭医学科的医生。所以说在线上面诊的时候，或者说是实际面诊的时候，医院内部呢关于整形外科资格证是有展示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辨别。医生的综合经验超过15年或者是20年的这些人呢，相对来说会比较稳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医院的案例以及医院的网站。为什么给大家强调这一点？因为我发现在国内生活的小伙伴或者在海外生活的小伙伴，基本上不怎么去看网站的，都是拿手机来搜来搜去，但是手机上的信息毕竟还是有限的。一般大家在看医院网站的时候，会发现导航条的顺序。如果说医院把提升的项目放在网站的导航条的首位，说明这家医院以提升为主。如果说它放的是以眼睛、鼻子这些项目呢，说明它是以眼睛、鼻子为主的，而不是以面部提升为主。大家一定要把握清楚。当然呢，在韩国比较大的综合性医院的案例，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他们这些提升的案例肯定是挺多的。但是大型的综合性医院，他们的医生很多，你也很难去把握哪个案例就是由哪个医生完成的。所以说这一点还是非常的难鉴别。当然，对于一些个人也或是规模不是特别大的医院的代表院长，如果说他是专门做提升的，可能找他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大家在看医院网站和案例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去分辨这些信息。第三个，关于价钱。面部提升的价钱呢，在韩国的费用大概是1300万到2000万韩币之间，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综合的费用。人民币大概是7到12万人民币左右。当然呢，医生的经验越多，可能它的价钱就越贵。这个医院位于的某个地方也要去仔细的去观察。有些人觉得来韩国一次并不容易，想的是做面部提升的时候还想要做眼部的抗衰，比如说额头的抗衰，这些也是问题不大的。当然你要考虑到术后的恢复，因为面部提升又要做额头提升，还要做眼袋，这方面可能术后的状态不是特别的好，浮肿会特别的严重，这方面也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每家医院的价钱它的体系也是不一样的，有比这个价钱贵的，也有比这个价钱便宜的，具体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消费水平来去选择会更好一些。如果说你的预算不是特别充足的情况下，可能你就找不到经验多的医生，可能就找一些10年或12、13年左右的这些医生可能会多一些吧，这方面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就好。第四个呢，就是关于手术时间呢，一般在韩国做面部提升的手术时间呢，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当然手术前需要准备一下，可能4个到5个小时左右还是比较正常的。正常的情况下呢，韩国的整形外科医生一天能够做2台面部提升手术，再多的话可能他的精力也达不到，所以说这方面大家也要记得清楚。第5个呢，就是关于手术麻醉的方法。
因为韩国的整形医院有的医院比较大，有的医院比较小，所以说会存在2种麻醉方式，一个是全身麻醉，全身麻醉的时候就要求这个医院有常驻的麻醉专门医生。第二个呢就是睡眠麻醉，睡眠麻醉的情况下，一般的整形外科医生或者医生都可以操作，所以说不同的医院会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给您提供一个合理的麻醉的方式，这2种方式都是可以的。第6个就是面诊几家机构的东西了，自己能够在韩国停留时间够长，面诊3到5个医院是可以的，听一下各个医生的意见，感受一下医院的氛围。毕竟面诊完，如果说第2天就能够安排手术的医生，我觉得呢，可能是别人挑剩下的经验不多的医生安排给您，因为好的有名的医生已经被韩国本地人已经抢完了。当然呢，如果说您在韩国仅仅停留的时间能够满足手术和拆线，那么可能您在来韩国的时候就已经交了定金，确定了某家医院，来到韩国就是面诊、做手术，做完手术复查，过几天拆完线之后你就可以回去了，大概属于这么一个情况。以上呢就是今天大概的主要内容了，从第1到第6，大家还可以再去仔细的去看一下，因为这只是一个大概的笼统的介绍。您来到韩国做面部提升手术的时候，还要考虑到服务人员的态度，是否可以住宿啊，或者是术后的整体的恢复的管理是怎么样的等等，这些都是要考虑到的。因为外国人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在韩国选择医院的时候其实并不容易。当然韩国本地人在选择整形医院的时候其实也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信的更多的也是网站上一个宣传，哪家医院做的宣传更多，砸的钱更多，可能它的知名度会更好一些。当然呢，你要说是完全靠口碑来推广呢，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多，毕竟口碑加上实际的 marketing 这方面的宣传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这才是一个选择或者被大家所知晓的信息的一个途径。好吧，这期视频呢就说到这里，还是经常说的那句话，整形有风险，动刀需谨慎。希望这期视频对您有所帮助，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